您现在看到的这个人名字叫做朱利安·阿桑奇，大名鼎鼎啊，维基解密网站的创始人，也是美国政府的通缉犯。此时此刻啊，朱利安·阿桑奇啊正乘坐私人飞机由英国首都伦敦飞往泰国。在泰国转机之后啊，他要飞往美国的属地塞班岛，跟美国政府之间达成一项认罪协议。6月26号上午啊，阿桑奇抵达了塞班岛的法庭外。此时此刻啊，已经有很多国际媒体聚集在这里啊，准备采访这一事件。阿桑奇进入法庭之后啊，这个听证会一共搞了3个半小时。其实这个听证会啊，也就是一个形式啊，因为阿桑奇在英国的时候啊，已经跟美国政府之间达成了认罪协议。尽管如此，在法庭上，他还是在讲啊，他说他认为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的这个法案呢，跟美国的反间谍法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冲突。当然了，他也承认啊，维基解密网站公布了美国那些机密文件啊，的确违反了美国的反间谍法。法庭最终啊裁决阿桑奇呢判处有期徒刑5年。由于啊阿桑奇在英国啊已经被关了62个月，这62个月呢可以折抵刑期，所以呢阿桑奇被当庭释放。至此啊，阿桑奇和他的维基解密网站跟美国政府之间长达14年的法律攻防战啊，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Making their way, all the folks here is, ladies and gentlemen. Julian Assange. How does it feel to be a free man, Mr. Assange? Congratulations!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sentence, sir? Quick comment about the sentenc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 man's beard? Guys, move back. Move back. Step back a little bit. Don't stop. It's not over. Thank you, y'all. Not over. Hands There's still a inside. cabal Good. out there that needs to be exposed. Hold them all. 在我看来啊，阿桑奇的维基解密事件啊，是一个美国历史上的这个里程碑事件。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啊，维基解密网站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些年啊，放了很多美国的机密文件啊。据美国政府自己讲，一共有1.5万份机密文件，10万份这个普通的秘密文件，还有13万份非机密的文件啊。这些文件构成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泄密事件。有人把它称之为美国外交史上的911，因为这些文件公布出来之后，对美国政府的外交形象构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阿桑奇啊是美国用1917年的反间谍法起诉成功的第一个记者。这个1917年100多年前的一个法律啊，美国政府啊过去啊起诉过2次记者都没成功，都失败了，只有阿桑奇这一次成功了，而且他还是一个外国记者啊。第三，就是阿桑奇在美国政府之间的14年的法律攻防战期间啊，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大家也充满了各种争议。比如说，阿桑奇在英国啊被这个关押期间有没有受到人权待遇啊？还比如说，阿桑奇所领导的维基解密网站到底是一个媒体的正常行为、正常报道，还是的确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为之付出法律代价的犯罪行为？今天啊，我们就来讲一讲阿桑奇和他的维基解密网站的故事啊。Julian has suffered for more than 14 years because of the risk of extradi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He faced 175 years in prison for publishing evidence of war crimes, human rights abuse, and US wrongdoing around the world. The real story of this material is that it's war. It's one damn thing after another. The United States strongly condemns the illegal disclosure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Today, he pleaded guilty to an offence for having published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for which he's won journalism awards the world over and been nominated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every year for the past decade. About Mr. Assange's activities, the case has dragged on for too long. There is nothing to be gained by his continued incarceration, and we want him brought home to Australia. 12 years on, I'm visiting Julian in a high-security prison. But this period of our lives, I'm confident now, has come to an end. 阿桑奇啊，1971年啊出生在澳大利亚。他的母亲啊，在他没出生之前啊，就跟他的生父离婚了。他出生之后不久，他的母亲就嫁给了一个戏剧演员。这个戏剧演员就带着他们母子啊，在澳大利亚过着那种巡回演出的生活啊，类似于吉普赛人呢，走到哪儿去这个表演在哪儿啊。据阿桑奇成年之后啊，自己回忆啊，他一共上过37所学校，
37所啊！你想一想，你算一下，他平均可能2、3个月就要换一所学校，所以他也没有拿过任何学位，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他自己讲，他说这个生活还挺快乐的啊。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母亲跟这个第一任继父啊就离婚了。之后呢，他母亲就嫁给了一个业余音乐家。这个业余音乐家啊，他的父亲呢是澳大利亚一个邪教头子，有点类似于澳大利亚版的法轮功啊。据说他这个邪教组织啊，在那个医院里头就给那病人注射致幻剂啊。所以由于这样的一个特殊身份呢，就引起了澳大利亚政府的关注啊。所以他这几年就过着流亡一般的生活。在他13、14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啊就省吃俭用给他买了一台康茂达64的电脑。当年啊，这个电脑还是很稀罕的东西啊。他的母亲可能是想激励自己儿子啊在这方面发展。这个阿桑奇，你别看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啊，但是他在电脑方面呢，确确实实有天赋啊。他就在图书馆里头看那些电脑的那些书籍啊，开始无师自通，开始自学代码啊。16岁的时候呢，还拿到了一个调制解调器，调制解调器嘛，就开始可以上网啊。至此啊，阿桑奇就发现，在这一个初创时代的一个电脑世界里头啊，他成为了有一种新的技术。什么技术呢？就是黑客技术。所谓黑客技术啊，就是通过一些代码的这种破译呀，还有这个进入可以黑到一些组织中间的数据库嘛。因为当年的这个电脑，说实在的啊，网络水平也比较低嘛。我们那时候刚上电脑的时候，不是还有很多杀毒软件，大家可能还记得啊。阿桑奇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为了一名水平特别高的黑客。据他自己讲，在1991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历史上水平最高的一名少年黑客。其实他这个少年黑客年纪比较小嘛，也没什么事儿干啊。他的爱好之一，比如说他就黑进澳大利亚的电话公司，这样的话可以免费打电话，而且他还教别人怎么免费打电话啊。其次呢，他还黑进过美国军方的数据库。据他说，他从17岁开始就每天看这些将军们他们之间的电子邮件，爽。这种黑客帝国里头啊，游侠少年般的生活啊，过了没几年，他就被他自己的一个黑客朋友给出卖了，就告到了澳大利亚政府。于是呢，他就开始逃亡。据说啊，他有一段时间就住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森林公园里头啊，每天早上一起来，浑身都是被蚊虫叮咬的包啊。这期间，他还跟他自己的女朋友生了一个孩子。后来他还是被澳大利亚政府给抓到了啊！1994年的时候就把他给起诉了。起诉的过程中，检察官就说这个阿桑奇啊是这个黑客团伙里头水平最高的，也是最活跃的一个人，建议要把他抓起来关起来重罚。但是后来法官讲说，阿桑奇这个人呢，考虑到他幼年时代不幸的经历，再加上他虽然搞这个黑客啊，他好像也没有给自己谋什么具体的经济利益，给人感觉好像都是在满足他自己的求知欲。于是最后就罚了他2000澳元就拉倒了，就把他放了。这之后呢，阿桑奇就过起了一个单身爸爸的生活，靠政府给他发的救济金来生活啊。2003年的时候，他上了墨尔本大学的数学系，但是也没有毕业。在2006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决定。这一年的12月份呢，他就在墨尔本大学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创办了维基解密的网站。据他自己在博客中间写了一篇文章啊，他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创立维基解密网站。他说一个组织越见不得光，越是不公正，他的上层领导圈呢就越害怕自己的秘密被泄露。而由于不公正的制度本质上就一定会导致人们的反对，而且这种不公正的制度的领导层的地位又经常不稳定，所以大规模的泄密就很可能帮助更加开明的人来取代他们并上台执政。他还讲，他说如果我们只能活一次，那么我们就要用这一次的机会尽全力干一番事业，因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个月之后呢，这阿桑奇就去了肯尼亚首都的内罗毕，因为那个地方内罗毕有一些世界各国的年轻的左派青年的聚会。就在这个聚会上，他拿到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当年肯尼亚的现任总统调查前任总统的腐败事情写了一份报告。但是写完这份报告之后呢，他由于政治原因没敢发布。但是这份报告呢，就流到了肯尼亚有一个反腐败的小组，叫火星小组的手里这火星小组一看这个报告特别火爆自己也没敢发布又太腐败了。结果呢，他们就把这份报告给了阿桑奇。阿桑奇一看这份报告之后如获至宝于是就把这份报告发表在了维基解密的网站上。
它的标题就说那几十亿美元消失到去哪里头了。这份报告一公布啊，就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很多国际媒体都转载了，于是危机解密的网站呢一下子就出了名。但是真正让危机解密网站真正报得大名的呢，是2010年的那一次非常著名的事件啊。这一年的3月份呢，阿桑奇呢孤身一人就来到了冰岛的首都啊。他到这里啊，因为冰岛大家都知道冰天雪地的，春天的时候啊，这里也是经常是下冰雪啊。他到这里头呢，他租了一套房子，他跟房东讲，他说他是一个记者，写这个火山爆发的。结果房东把这个钥匙交给他之后，他就把窗帘就给拉起来了，然后呢就迅速的支起了6台电脑。与此同时呢，他的一些小伙伴从全世界各地就赶到这里，他们没黑没夜的就开始工作。干什么工作呢？因为此时此刻啊，他们收到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什么情报呢？就是美国军方啊，当年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啊，直升飞机里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呢，就讲述美国军方当时在打击武装的时候，杀了2名路透社的记者。这件事情啊，当时在国际上还挺有影响的。路透社有2名记者随军去拍摄嘛，拍摄的过程中间就被美国的直升飞机给打死了。当时路透社就要求美国军方提供直升飞机上的录像，因为你打死记者这件事情肯定是不对的嘛。结果美国军方就跟路透社说，那个摄像机坏了，没有了这个录像。其实美国军方跟路透社撒了谎，这个录像机没有坏，这个视频呢，实际上就在美国军方自己的数据库里，而且呢标明了绝密。结果呢，无巧不巧啊，美国军方中间有一个情报分析员，这个人叫曼宁。这个曼宁呢，当年只有22岁啊。他呢，由于自己工作呢可以接触这些绝密的文件，他看到了这份视频之后啊，非常震惊。他认为美国当时军队啊杀这个记者的行为是不对的。于是呢，他就跟危机解密的网站阿桑奇联系上了。阿桑奇呢就鼓励他啊，这个除了拿这份文件之后呢，再去搞其他的这些文件啊。后来曼宁啊就在这个阿桑奇的这种指导下呢，就一共在美国军方的数据库里下载了几十万份文件。这中间关于阿富汗的有9万份，然后还有这个40万份关于伊拉克的各种各样的分析报告，还有25万份美国的外交文件，几乎把美国这4大数据库里的绝密文件全都给下载下来了。然后呢，把这个文件就传给了这个阿桑奇。阿桑奇拿到这份视频文件之后呢，就把这个视频文件做了一些剪辑，确认上传到网上之后再也不可能被删除之后，他就把这公开了。And there's more that keep walking by, and one of them has a weapon. Roger, receive, Carter. Okay. 208. See all those people standing down there? That's a weapon. Yeah. Hotel 26, crazy horse 18. We'll call for change by Charlie Mike Bravo. Let me know when you get it. What you? Light them all up. 202 traffic, 260. Come on, fire. Hey, Roger. Keep shooting. Keep shooting. Bushmaster 26, Bushmaster 26. We need to move time now. All right, we just engaged all 8 individuals. Yeah, we got 2 birds. We're still firing. Roger. Got him. 6 is a 26. We'll move, but we got both. Oh, sorry. I was bypass. God damn it, Kyle. All right. I hit him. I hit. 这一公开之后可不得了，全世界媒体舆论大哗，几千万人看到这个视频呢。现在这个视频呢，在危机解密的网站上还能看到。在这份视频中间，大家看一下啊，美军当时士兵啊，在阿富汗上空啊，看到地面上有人在走，队伍中间不是有记者吗？记者当时背着一个长焦镜头，他们都误以为这个长焦镜头啊，就是这个反坦克火箭，于是就请求上方啊，就是可以攻击，于是呢，就开始发生扫射。这第一轮攻击中间就打死了7个人。紧接着呢，这直升飞机转了一圈回来之后，发现有一辆面包车啊路过这个地方停下来，停下来之后想搬这些伤员，结果呢，这美国的这个直升飞机的又对这个面包车发动了进攻，几梭子子弹打下去之后，又打死了不少人。后来呢，说发现这车里头啊还有2个儿童未成年人，其实就是平民。第3波攻击就是有一个人啊带着一个火箭筒进了一个房子，然后呢就看到这样一个景象，这直升飞机他们又发导弹，直接把这个房子就给干塌了。这个视频
发布之后啊，应该说很多媒体啊对美国军方都充满了谴责，认为他们属于过度使用武力，搞得美国政府也非常尴尬啊。更可怕的是啊，就是这个阿桑奇呢拿到了曼宁的这些几十万份文件之后呢，就陆陆续续开始披露。这些披露的文件中间有更多涉及到美国政府军方各种各样的龌龊事儿，比如说它这里头有这个关塔那摩基地中间对付囚犯的那个手法啊。大家都知道，关塔那摩基地是在古巴的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里头啊。美国把在国外抓的一些恐怖分子关到这儿，那这个手册里就说，对这些不服管教的人呢，要给他们脸上喷辣椒水，喷几秒啊，不能动啊，等等吧，就涉嫌虐待这些战俘啊。还有很多其他的，你比如说涉及到他那些外交文件里头，那内容就多了啊。你比如说涉及到台湾的朱立伦，天天跟美国那个打报告，那打报告之后呢，就讲这个马英九当时竞选的时候啊，然后呢马英九特别讨厌连战，连战也特别讨厌马英九。然后马英九竞选的时候呢，他对那个 long stay 啊也不感兴趣，天天想躲在台北，结果非常抗拒。还有就是马英九的绿卡事件等等吧，就这些细节都被曝光出来了。当然涉及到中共的也有不少啊，咱们回头再讲啊。总而言之，这些文件发布之后呢，对美国政府来说那是非常尴尬。一方面，你想想，这么多这个机密文件被曝光，是吧？这个肯定是脸上无光。另外一个，他们自己也说了，他说这些文件在披露的时候啊，由于没有隐去一些关键的姓名，那么对美国这些线人来说，那构成了非常大的安全威胁呀。那美国这个时候就开始找。说什么人开始泄露这些文件呢？在2010年的5月份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了这个曼宁。曼宁呢，于是就被美国啊以这个反间谍法的这个罪名啊就起诉了。最终呢，曼宁被判处有期徒刑35年。当然后来呢，在关了7年之后啊，美国总统就把他特赦了，把他放出来了啊。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这个维基解密网站那是名声大噪啊！你想想。直接从美国军方拿到机密的、绝密的这些文件啊，然后呢公布到网上，那这个太牛了啊！就在这个阿桑奇啊志得意满的时候呢，2010年的10月份呢，突然呢他就被国际刑警组织给通缉了。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呢就是在瑞典呢有2个女的，是说她当时跟阿桑奇啊发生关系的时候呢，阿桑奇拒绝戴安全套。因为瑞典这个国家对这个性侵啊、强奸的标准非常高啊，就指控阿桑奇涉嫌性侵和强奸。于是呢，这个瑞典的警方呢就开始通缉阿桑奇。那么阿桑奇呢，当时因为在英国嘛，英国就要求阿桑奇你赶紧来投案。阿桑奇于是就到英国去投案了啊。投案之后呢，他交了24万英镑的保释金之后呢，脚上带了一个电子镣铐就出去了。那么呢？当时啊，英国就要把阿桑奇啊引渡到瑞典去审判，阿桑奇就不干呢。阿桑奇认为啊，他说这个事情是个阴谋，实际上是想把他引渡到那个地方之后啊，美国去收拾他，他就不愿意引渡。于是呢，在英国这个地方就打起了阿桑奇是否引渡的这么一个官司啊。到了2012年的5月份，最终英国的法院裁决说，阿桑奇，我们已经决定就是要把你引渡到瑞典了，你必须在6月29号之前到我们这儿来投案。走投无路的阿桑奇一看不对了啊，于是呢，他就在这一年的6月份呢，就跑进了厄瓜多尔驻英国的大使馆，因为当时厄瓜多尔的总统啊非常欣赏阿桑奇，到了这个大使馆里面呢，让阿桑奇呢就不出去了，就申请政治庇护。那英国警察一看，就把这个厄瓜多尔的大使馆给围起来了啊。They lost. Yes. UK lost. 于是阿桑奇就在厄瓜多尔这个使馆一住就是7年。在这7年期间呢，他也没消停啊。一方面他可以会见记者，另外一方面呢，他还在这个地方会见各种明星啊，还指挥着自己的小伙伴继续爆料。爆料什么呢？在2016年的时候啊，美国不是大选嘛，当时希拉里啊跟川普啊竞争的非常激烈啊，他的手里头突然拿到了几万份呢希拉里民主党的这些资料，电子邮件的资料。这电子邮件的资料呢，里头就显示啊，希拉里当时干了很多龌龊事儿。什么龌龊事儿呢？一个就是希拉里啊，当时在美国的政界里头搞了很多内部演讲。这些内部演讲啊，一方面的内容啊不太光彩，比如说对普通的美国劳动人民他不太瞧得上，有一种精英主义的倾向。
第二呢，他就跟这些大老板们说他缺钱，需要钱，然后这些大老板呢就给他捐了几百万块钱。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当时民主党内搞初选的时候啊，是希拉里啊跟桑德斯两个人竞争。民主党的总部一直说，在希拉里和桑德斯竞争过程中，他们是中立的。但是这些邮件显示啊，实际上这个民主党那些总部的人啊，就是站在了希拉里这一边，就是想把桑德斯搞掉。结果这些披露出来之后，你想想，那民主党非常尴尬啊！而且他披露的时间就是在大选前的那么1-2周。应该说，这些邮件披露出来之后啊，对希拉里的打击非常大，甚至可以说它影响了美国上一次大选的命运。因为那一次大选呢，就是希拉里跟川普之间的这个选举差距非常小，在很多州就差1%。但是这些邮件出来之后啊，对希拉里的打击应该说是致命的。所以啊，从某种角度来讲，如果没有这次邮件的门的事件啊，也许川普就选不上。所以希拉里事后就说你看这个阿桑奇就是俄罗斯的间谍呀，但是在我看来，其实这个也挺可笑的啊。后来阿桑奇啊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讲，他说川普当时如果有邮件要是他手上有的话，他也会公布。他其实并不是专门针对民主党。There is a question whether you have a personal animus toward Hillary Clinton. You've criticized her on a number of national security, foreign policy issues. Obviously, she has made statements against WikiLeaks. You gave an interview to the British network ITV back in June. You suggested that you're more concerned about Clinton, at least in terms of press freedom, than Donald Trump. Do you stand by that? Is this based on a personal animus? It is false reporting. You can go back and look at that ITV interview. I never said that I wanted to harm Hillary Clinton, anything like that. It was the presenter that used that word, and the New York Times has picked its candidate in this race, and so it distorts the facts in order to try and get its candidate up. So the question of anger that you're interfering in the U.S. election, you say this is that your readers are American and therefore it's okay? Well, it's what our readers demand, but it's also our basic principles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true information, and that's an important qualifier, true information about modern human institutions allows us to understand what they're doing and therefore to reform them. If we don't understand what our institutions are doing, we have no hope to reform them whatsoever. 结果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在这个厄瓜多尔的大使馆的日子啊，就开始过得越来越难过啊。怎么个难过法呢？2017年的时候啊，这瑞典啊就宣布啊，就放弃对阿桑奇的指控，因为时间过去太长了，不搞了。但是呢，即便如此啊，当时英国的这个法院还是宣布，尽管瑞典已经放弃了对阿桑奇的指控啊，阿桑奇要是从厄瓜多尔的使馆里出来，还是要抓，因为你违反了保释协定，你属于逃跑了嘛。然后呢，阿桑奇啊就跟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商量，第一，给他一个厄瓜多尔的国籍。第二呢，任命他作为厄瓜多尔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外交人员，这样一来，他不就有了外交豁免权了吗？有了外交豁免权，你英国不就是没办法了吗？但英国当时就说，他说你任命你做这个外交人员，得我认可呀，我不认可呀。你厄瓜多尔任命阿桑奇是外交人员，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想脱逃英国法律对他的制裁，我们不承认，你要出来，我们还是抓。结果呢，阿桑奇还是不敢从厄瓜多尔的大使馆里出去啊。一直到2019年，这个时候啊，厄瓜多尔这领导人换了，新任的领导人呢，跟这个阿桑奇关系也不太好。这阿桑奇平时啊，确实这个人呢，情商也不太高，智商很高啊，所以跟使馆的那些工作人员也经常发生冲突。所以在2019年的4月11号这一天，厄瓜多尔大使馆就宣布不再给阿桑奇提供政治庇护。于是这一天呢，英国的警察就冲进了厄瓜多尔驻英国的使馆，把阿桑奇从里头给抬了出来，直接给抓起来了。英国的法庭啊，后来裁决呢，要判处阿桑奇52周的这个监禁，也就是1年啊。就在这个时候，美国政府宣布起诉阿桑奇，因为当时曼宁被抓起来之后啊，美国政府搞了一个125个人的小组研究维基解密网站说这一批这个材料上网之后对美国政府造成多大的伤害。于是呢，在2019年的时候
美国就宣布起诉阿桑奇，一共有18项罪名，主要都是说公布美国的外交文件，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呢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安全隐患。其次呢，就说他是什么非法利用计算机呀，还有就是说跟别人共谋获得美国的机密文件呢等等。那么这18项罪名加起来，一共可以判处175年。于是啊，美国呢就向英国提出了引渡要求。所以阿桑奇还在被英国法院关押期间呢，他就收到了美国要求引渡的要求。至此啊，阿桑奇就跟美国之间关于这个是否引渡的问题啊，打起了法律攻防战。这一打就是5年的时间。这5年呢，阿桑奇就没有被释放，一直都关在了英国看守最严的一个监狱。应该说啊，我觉得阿桑奇在美国被关这5年呢，英国做的不是特别地道。为什么呢？因为尽管上一次阿桑奇啊在保释期间他跑到了厄瓜多尔啊，其实那是上一个案子了嘛。那这一个案子过程中间，阿桑奇一直没有被保释，其实我觉得理由不是那么充分。如果你非得不让他保释的话啊，你也没有必要把他关在那个监狱里嘛，你可以给他搞一个别墅软禁起来嘛。软禁起来，至少啊，他可以见自己的太太，至少可以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你不至于把他关在监狱嘛。那阿桑奇当时关到监狱里头的时候呢，既不能见记者，也不能见自己的家人。他当时给那个英国的查理3世写信，希望英国的查理3世能够到监狱里来看他，说每天的伙食费只有2英镑。他后来还跟他自己的女朋友就在监狱里搞了一个婚礼啊。后来联合国的一个人权组织啊，定期去到英国去探望阿桑奇，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英国实际上对阿桑奇这个整个的关押啊，严重违反人权。怎么呢？他说，一个是单独关押，因为按照联合国的这一个人权这个委员会的解释啊，单独关押超过2周就算酷刑，因为你把一个人关押到监狱里头，不让他跟其他犯人打交道，那这就算酷刑啊。而且阿桑奇当时的那种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严重了，而且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也认为阿桑奇这个案子本身其实有政治性，不建议英国啊跟美国之间给他递解出去啊。另一方面，阿桑奇啊在英国关于是否把他引渡到美国的官司一打就是5年，这中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反复啊。一开始是要引渡，后来又不让引渡，最后他的最高法院又引渡。那么引渡的过程中间，最后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说，我们最终裁定要引渡了。这个如果交给英国的司法部长，司法部长如果签字，但是你还可以起诉，还可以重新上诉。这个法律程序啊非常漫长，但是在这个漫长的法律程序中，应该说阿桑奇已经失去了自由12年。你想想，他在厄瓜多尔的大使馆待了7年，出来之后他又在英国的监狱里被关了5年。要知道，那个直接从美国情报库里头拿材料拿情报的那个曼宁，其实也只不过关了7年监狱嘛。所以你想想，这个公正何在呀？所以后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阿桑奇跟美国的司法部就达成了这么一个认罪协议，来换取啊他自己的人身自由，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阿桑奇去塞班岛认罪的这一幕。应该说啊，我觉得阿桑奇这个案件呢，最终没有走向美国的法庭啊进行起诉啊，是一个蛮大的遗憾。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想看一下阿桑奇啊在美国的这个法院上啊，他到底应该怎么审。因为阿桑奇当时呢在英国是否引渡的过程中，双方谈论的焦点就有几个。第一，阿桑奇到美国会不会被判死刑？第二，阿桑奇他身为澳大利亚的公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他在美国的法院上，他是否受到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保护，也就是他是否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当然最终啊，美国都答应了，说你可以受到宪法第1修正案的保护。那么假如他受到宪法第1修正案的保护，我觉得他在美国的审判就极具历史价值。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历史上，美国政府起诉新闻媒体，也包括新闻记者，几乎没有赢过。大家可以看一下1971年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个叫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当时呢就是美国政府啊，军方搞了一个调查报告，就总结当时越战期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也包括美国政府的那个动机。这个报告搞完了之后呢，一共做了10份，其中有2份呢就送给了一个兰德公司。这个兰德公司看到这份报告之后呢，觉得美国军方当时做的很多事情特别龌龊啊。你比如说，
美国一直希望说他这个挽救南越政府，但其实他真实目的就是要围堵中国，而且他在南越那个军事政变过程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把这个文件就交给了《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拿到这份机密文件之后呢，一看那这是非常重要于是呢就咨询了自己的法律事务之后就把这份文件给公开了，连载。结果这一连载，美国政府就不干了。美国政府说这是我的机密文件你怎么能连载呢？于是就在法庭上申请了一个禁止令，在《纽约时报》刊登3次之后，就禁止他继续公布了。于是双方就开始打官司。这个官司在1971年的时候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最后以6-3的比例判决美国政府的禁止令无效。美国他那个大法官在这判决词里头讲，他说美国宪法里规定言论自由是绝对的权利，任何所谓的事先审查你都必须有足够的充分的理由。什么充分的理由？美国政府你必须有理由认定说你这样的文件公布之后你必须会造成一种现实而紧迫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在他们看来只有战争的时期才有可能发生。而事实上在美国1战2战时期，美国政府都没有起诉任何一个记者嘛。那现在是和平时期，你有什么理由因为一个你自己的机密文件泄密了之后就会造成这种理由呢？就会造成这种危害呢？你不能以你自己臆测的所谓的安全隐患，你就禁止新闻媒体来行使他言论自由的权利。这第一点。第二点，他说涉及到所谓的国家机密你要知道这个权利和责任是对等的。你美国政府拥有那么大的这个外交方面的这个军事方面的权利，那么维护这些机密文件的安全性的责任就在你自己。说白了什么意思呢？就说这机密文件你把它定为机密也好，绝密也好你自己有义务有责任把它看好了。如果人家记者把这稿去了发表了，那你活该。所以这1971年的这份判决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决。你可以看到了吗？按照美国宪法第1条修正案，美国政府要想起诉新闻媒体记者，要想成功比登天还难。但只是非常可惜阿桑奇的案子没有走进美国的这个法庭。如果走进美国的法庭，我就很想看看美国政府跟阿桑奇的这样的一个争议在美国的法庭之内到底应该怎么判。如果最终法庭不支持美国政府，那就说明其实阿桑奇的这种做法也没什么问题。在我看来，其实阿桑奇的事件给美国政府造成什么危害了？他自己搞的那个小组里头就讲了吗？实际上在阿桑奇公布的这些危机解密的内容里面美国政府也没有任何一个线人其实因为这个文件的公布就导致了被抓起来吗？或者丧失生命吗？也纯属他都是他自己的臆想吗？他自己的猜测吗？所以在我看来，阿桑奇事件其实是让美国政府他丢失了很大的面子。美国的这个自由记者叫卡尔松，他就讲了，他说实际上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起诉阿桑奇不是因为那些危机解密当时那些军事文件，而是因为侵犯到了希拉里的那个邮件门的事件，那才是美国政府起诉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美国政府起诉阿桑奇的事件在法律上的理由并不是那么充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阿桑奇因为这个14年中间有12年的时间丧失了自由，他没有办法再去美国打这场官司了，于是选择了跟美国政府之间的认罪。6月26号这一天阿桑奇乘坐私人飞机回到了澳大利亚。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总统当天晚上还跟他通了电话，而澳大利亚的很多国会议员都祝贺这个阿桑奇终于获得了自由。在我看来美国政府对阿桑奇的判决不表明阿桑奇有罪。虽然他们的认罪协议里头讲到了让阿桑奇删掉没有公布的那些邮件内容，如果他将来要公布的话还会追究，但在我看来危机解密这个事件是人类新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它其实对准的不是民主宪政的制度，而是对准的是民主宪政制度中间那些人性的恶。即便在这样的制度下，也是需要像阿桑奇这样的一个组织，像牛盟一样去监督这些政客。因为我们通过了这些危机解密的文件里头，可以看到了许许多多政客的嘴脸。
这不就是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吗？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How does it feel to be a free man, Mr. Assad?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sentence, sir? Quick comment about the sentence. But the bottom line is he has to answer for what he has done, at least as it's been charged. Well, it's what our readers demand, but it's also our basic principles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true information. Don't stop, it's not over. Thank you, John. It's not over. There's a ball out there that needs to be exposed.